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今天要做的科目是这颗从高雄的一家保养厂寄过来给大哥整修的 W126 的380 SEL 的8缸分油盘这颗分油盘是属于第一代的机械喷射，也就是 Bosch 的 KE Injection 的分油盘。我们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它的调整孔。那这个分油盘，它在整修之前呢，经过我们30年的使用，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堵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形 ？OK， 我们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应该会在160到170左右。经过30年之后呢，有的分油盘堵塞是大油道全面供油不足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可能有部分堵塞，会出油量会高低不齐有的高有的低，就会造成怠速不稳定，因为它出油量不平均就使得我们怠速抖动或者是不好发动经过30年之后呢，都是油箱的问题。就好像我们顶楼的水塔，30年的水塔几乎不脏的绝对不会几乎什么东西都有那我们的油箱的话呢，就是铁锈加油站的沙子跟油泥造成我们的时间到，造成我们的整个供油系统油路堵塞。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一缸150，第二缸145，第三缸只有90，第四缸160，第五缸、第六缸都是170，第七缸110，第八缸140。这个高低参差不齐标准的出油量应该会在170，就好像第五缸、第六缸第五缸、第四、第五缸、第六缸170，这是标准的出油量。其他的都参差不齐，那就会造成我们的怠速不稳定，因为它出油量不平均，怠速抖动我们再来看大哥整修过之后呢，它的出油量是不是会达到我们的要求？这颗从高雄的保养厂来的W126的380 SEL 的8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每一缸的出油量都低于160、170的标准出油量，而且参差不齐。这是由于经过30年之后的老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厂方的要求。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经过30年之后呢，我们的车子如果不报废的话我们虽然引擎老宾士的这个年代的引擎它非常耐用
不管是4缸、6缸、8缸，但是呢，它的供油系统经过30年之后呢，就像我们楼上的老水塔会沉积了很多脏的东西。那油箱是供油的地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自然现象。如果车子不报废，我们就必须要去整理我们的供油系统整理干净之后呢，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的。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忘了看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09822。这次的出油量非常漂亮哦。画面上从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第2缸170，第3、第4 165，第5缸168，第6缸170，第7缸170，第8缸173。那几乎都是接近在170ml 左右。厂方的要求是误差到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已经在3%以内了，这成绩算相当优秀的。看到了这颗装置呢，就是在1985年之前的 Bosch 的 K 系统的加热阀这个加热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作为我们冷车加浓的功能它透过它加热跟未加热的压力差，使得我们达到冷车加浓的这个功能这个加热阀到1985年以后它就废除了，它改进到变成用我们的差压阀来改变我们的供油量，达到冷车加浓的目的这个加热阀在冷车的时候，我们看大哥目前并没有这个插头，因为引擎发动它才会供电。那目前在冷车的时候，它的压力大哥来打开电源，我们来看它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它压力的改变目前我们看到大概在2.3公斤左右在2.3公斤左右，这是它冷车的压力，这个差压阀这个加热阀它冷车的压力。那经过呢引擎发动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供电，它会开始供电。那供电之后呢，它的这个压力值就会改变比如说大哥现在把这个电插上去 ，OK， 那它这个压力就会慢慢的上升，大概在接近4公斤左右的压力透过这样子的压力改变，能够达到供油量的改变使得我们冷车它的那个功能冷车能够达到加浓的目的大概约莫差不多2分钟左右引擎温度达到60度这个冷车加浓的功能就必须要解除，恢复到正常的供油量我们现在看到它压力已经慢慢的在上升了刚刚是2.3，现在已经快到3公斤了那等它稳定以后等一下在冷车完成的时候，它就一定会达到大概在3.6到4公斤左右等我们等一下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结果大概经过3分钟左右，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呢已经达到3.8公斤左右跟在冷车的时候呢的2.3那压力差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我们整个供油系统加浓的目的？我们看大哥现在是已经有插上供电了那引擎一转动，它就开始供电。那现在呢，它压力就会达到大概3.8 3.6到4公斤左右它就持续不会再改变了这个就是加热阀它正确的动作工作状态它的压力的改变。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09822的
高雄来的 W126的380 SEL 的8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我们在怠速的时候它的稳定性。如果出油不平均的话，就会造成我们每一缸的出力不一样，那就会造成我们怠速会的不稳定。所以这个阶段的测试是非常重要的。对大哥来讲，它的误差虽然厂方要求也是15%，但是大哥希望它的误差是越低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等大哥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做来检查它的出油的情况。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09822的从高雄来的W126的380 SEL 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一缸150，第二缸145，第三缸145，第四缸145，第五缸145，第六缸145，第七缸150，第八缸14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成绩相当优秀，几乎在误差在3%以内。经过30年之后呢，我们这个分油盘其实并没有坏，它就是堵塞，因为它里面没有活动键转动的物件，所以它不是消耗品，它没有故障，它也不会磨损，它就是堵塞了。大哥的建议，我们30年的老车如果不报废的话，油箱是个污染源。里面的油袋、胶质、加油站的沙子，还有铁锈，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污染。所以经过30年车子不报废的话，一定面临这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把供油系统重新整理过一遍，油箱整理干净，我们相信这个分油盘在替我们服务20年是没有问题的。老车。要保养老车最重要的有几个观念。第一个加油站油箱尽量维持半桶油，让我们30年的老油箱不比5年或10年的老油箱，它是一定会有铁锈，避免铁锈产生，我们尽量维持半桶的油箱，维持半桶油，让我们的油箱生锈的部分在底部比较多。能够有油箱有汽油包覆，能够阻绝空气，使得我们的油箱不会再生锈恶化。第二个，因为老车都会积碳所以我们建议加95的汽油。第三个，汽油帮浦旁边的汽油滤芯跟我们引擎室里面的机油滤芯要同时更换。习惯上都是2次机油换1颗机油滤芯，同时也换汽油滤芯，因为它的费用跟机油滤芯其实差不多那保持我们的供油系统的干净。那我在这个地方要提醒高雄的保养厂的这位杨先生，这部车子回装之后呢，引擎一定非常顺畅，但是在汽油帮浦旁边的蓄压器一定要更换，因为经过30年，这蓄压器是一定漏油的。因为蓄压器它主要功能是在作为缓冲我们的汽油压力，因为我们汽油帮浦本身是一个高频的
抽水机类似，它会是个高频脉冲。蓄压器主要它本身是一个活塞后面顶的弹簧，主要在吸收汽油泵浦的震波，能够让我们的汽油泵浦的打出来的压力能够平缓，是能够静如止水，那压力又很高。蓄压器本身就是在负责做这个功能的可能如果不能够更换如果找不到料件的时候请杨先生再跟我联络再来就是汽油的回流量，也就是说我们汽油泵浦打过来，拿到供油系统之后，它一定会回流，这回流量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油箱堵住的时候呢，油流不下来，汽油泵浦它再大的力气也不能够打到我们的分油盘来让它有足够的供油量这个如果要检查，请看张大哥的这个汽油回流量里面的检测油箱里面的滤芯一定要拆下来清洗那至于怎么拆呢？那个也请他跟张大哥联络。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好，拜拜。